我和竹马都是阴暗批，他肖想自己姐姐想搞骨科，我觊觎自己小叔妄图不伦。可他姐姐嫁给了我小叔，成了我婶婶。我俩，哦吼，好，我俩都没有光明的未来。他俩结婚那天，我俩抱头痛哭，然后相互攻击。你小叔勾引我姐，不要脸！怎么不说你姐勾引我小叔？下贱！他姐和我小叔这俩孩子干嘛呢？快过来合影了。正文开始，我和周星辰是青梅竹马，一个产房出生，穿纸尿裤的交情。他父母老来得子，他几乎是他姐姐带大的。我父母车祸双亡，由小叔亲自抚养。幼儿园的时候，我俩就放下豪言壮语。周星辰，我姐姐又漂亮又温柔，长大了我要娶我姐姐当老婆。我要嫁给我小叔，我小叔最帅最好，全世界没有人能比得上我小叔。后来年岁渐长，我俩的恋姐恋书情节非但没有得到缓解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他暗戳戳和他姐的每一任男朋友雄竞，我作生作死搞分我小叔3个女朋友。他断腿，我嘎腕；他逃课，我离家出走。总之，他姐和我小叔的每个恋爱节点都有我俩从中作梗，导致他们30多岁了还是孤家寡人。周星辰，姐姐别怕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会一辈子保护你的。小叔不要离开我，我没有爸爸妈妈，只有小叔了。我俩阴暗又自私，明知是错却执迷不悟。在我俩共同的秘密基地里，他贴满他姐的照片，我堆满小叔的衣物。我俩经常在下课后私会，他对他姐照片不可描述，我抱着小叔的外套滚来滚去。周星辰，池里里，你真恶心，喜欢自己小叔。你也一样，喜欢自己姐姐，彼此。我俩好像阴沟里的2只老鼠，病态又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他姐还以为他只是舍不得她嫁人，殊不知周星辰私底下把她照片都亲烂了。周星辰当着他姐的面装听话小奶狗，姐姐值得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那些凡夫俗子根本不配。面对我，他这辈子都别想嫁给别的男人。小叔也以为我是害怕他娶了婶婶就不疼我，答应等我上了大学再说。我表面上哭唧唧，真的吗？小叔真的不会不疼我，不要我吗？其实趁机赖在小叔怀里撒娇，小叔贴，小叔你好香。我俩的病情双向奔赴，无药可救，导致外人都以为我跟他有点什么。池里里跟周星辰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哎呀，人家青梅竹马，感情肯定好啊。上次我还看到池里里和周星辰一起逛商场，说不定私底下在谈哦。谈个屁！那是因为周星辰说他偷偷弄坏了他姐的内衣，让我陪他去买一模一样的，糊弄过去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偷小叔衣服从来没被发现过。他就是个蠢货。我以为我俩会这么一直阴暗下去，没想到由于他姐和我小叔长期给我们开家长会，日久生情，谈上了。周末学校没课，我和周星辰回家，他姐和我小叔带我俩吃大餐，一高兴就把大实话说出来了。周星辰他姐周岩和我小叔迟默涵十指紧扣，眼神拉丝，然后迅速错开，一个低头娇羞，一个面色涨红。我和周星辰停下啃炸鸡的手，狐疑地看着他们。你们？他姐和我小叔闻言点了点头，把手伸到我们面前，将手指上璀璨闪耀的大钻戒展示给我们看看。是的，我们这是直接官宣啊！我手里的鸡爪掉在碗里，心里1万个卧槽，几乎克制不住。周星辰也是遭到灵魂暴击，整个人气压瞬间低下去。我看他瞪着我小叔，难以置信，但又敢怒不敢言。我知道他想用挤兑以前那些姐夫的话挤兑我叔，但我叔他身高188，常春藤名校毕业，大集团总裁，不烟不酒，不嫖不赌，无不良嗜好，擅长遛狗做饭，会照顾孩子。除了30多岁，谈过几任女朋友，他简直满分，挑不出刺，根本挑不出刺。我也看着他姐，好想口吐毒液。但她姐好美，优雅知性大方，同海外高等艺术类院校毕业，著名珠宝设计师，拥有自己的原创设计师品牌，有钱有颜，同会带孩子。她甚至每年我生日都会送我一个她自己设计的珠宝首饰。在此之前，她是我最喜欢的女性长辈。她真的，我哭死啊！这让我怎么喷？我根本不敢喷，那样我是个毒妇的事情就暴露了呀。似乎是觉察到了我的情绪，周星辰看了我一眼，用眼神告诉我他想做。我狠狠瞪他一眼，用眼神告诉他不准做。此时周星辰的手突然动了，我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摸出一把刀。这疯子不会想当场打了我小叔或者自打吧？吓得我一把给他摁住。我俩的手在桌子底下较劲，他掐我手背，我几乎把他手心抠烂。我叔和他姐说完，想看看我俩的反应，见我俩半天没动静，有些奇怪。这俩孩子怎么了？我叔还伸手来弹我的脑门。是啊，怎么都不说话？原本是想晚点再告诉你们的，但想着你们都不小了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应该瞒着你们，干脆趁着今天高兴说了。我的心里在滴血。迟默涵，你好残忍，你本可以不说的。你是高兴了，我却要裂开了。周星辰他姐周岩也道。是啊，李李，以后姐姐当你的婶婶好不好？我保证会像照顾星辰一样照顾你的，绝对不会厚此薄彼哦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强挤出一丝笑容，没正面回答他的话。呵呵，那个周岩姐，你和我小叔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我趁周星辰听他姐说话的间隙，将他手上的刀一下做屁股底下。周岩有些羞涩地道，其实也没有很久，就是约会过几次就确定恋爱关系了。想着反正大家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年龄也不小了，干脆直接定下来吧。所以你小叔跟我求婚，我就答应了。好，竟然是我和周星辰努力复习的时候好上的，趁我努力抄我家是吧？裂开2次，我用力的把指甲抠进周星辰的手心。我拿他当兄弟，他姐竟然跟我抢小叔。周星辰吃痛，瞪了我一眼，眼神凶得想杀人，似乎也在迁怒于我，眼底蒙上一层水雾。我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低头一看才发现，我做那把刀子的时候，他竟然没松手，他的手被我一起做下去了。现在他的手在我裙子底下钻着，似乎是也觉察到了这个情况。周星辰看着我，眼神困惑，深邃的眉眼里满是不解和谴责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挖达西不是故意的。我俩正尴尬呢，我叔突然 Q 他，星辰怎么想的呀？
这件事情确实发生的比较突然，你一时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，但我保证一定会努力，让你还有你爸妈认可我的。周星辰闻言猛然抬头，和我叔眼神对视，身上气压低得可怕，眉眼间的毒液几乎要喷溅出来。就在我以为他要控制不住，大放厥词的时候，他忽然笑了，笑得阳光开朗，人畜无害。怎么会呢？莫寒哥来当我的姐夫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姐喜欢，觉得幸福就可以了。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心说原来你也是个孬种。那没事了。下一秒，他的手就在我大腿根上用力掐了一把。那天晚上，我叔和他姐带我们吃了饭，又带我们去购物、看电影，给我们买，好像我们俩是他们俩的孩子。他们俩像两只快乐的蝴蝶在前面飞，我们俩像两个死不瞑目的怨灵在后面跟。我叔拉他姐的手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掐他胳膊；他姐给我叔擦汗，他倒吸一口凉气，掐他自己胳膊。整场约会下来，他吸我吸，他吸我吸，周星辰胳膊都被我掐肿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要不我们回去吧，别找虐了。周星辰咬牙，不行，万一你小叔对我姐，你也不准走。你难道就不担心吗？我担心有个毛线用啊！我心中极度的要发狂，不干点什么我会疯的。但我不能伤害他姐，那样我小叔会伤心，只能伤害周星辰。我忍不住凑在周星辰耳边恶魔低语：周星辰，别自欺欺人了，你姐钻戒都戴上了，木已成舟，板上钉钉的事情，你盯着他们有什么用啊？他们还是会牵手、接吻、上床、结婚、生孩子，以后我小叔就是他最在意的人了。你这弟弟什么都不是。周星辰听到我的话，呼吸一滞，抬手扣住我的腰，将我拽向他。那你呢？你不也一样？我姐进门了，还有你什么位置？人家说有后娘就有后爹，你小叔现在说的好听，等我姐真嫁给他了，他眼里就只有我姐了。到时候我姐住进你们家，你每天看着他们俩在你面前秀恩爱，想想都窒息，哈哈，扎心了老铁，忍不了。我忍不住踮起脚尖，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。你再说，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姐，让他进不了我家的门？周星辰嘲讽地看着我。好啊，你找人弄死我姐，那我就找人弄死你叔，都别活。我气道，想弄死我小叔，那你先弄死我。周星辰反掐住我的脖子，将我逼到角落。池里里，你以为我不敢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拿你当唯一的朋友，可你小叔却抢走我最爱的姐姐。我恨你，我俩真的太抽象了。别人都是纯爱战神，就我俩纯颠。我揪住周星辰的衣领，毫无惧色地道：好啊，你掐死我呀！我死了就不用看你姐和我叔秀恩爱了。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刚才从他那顺来的刀，递到他手上。来，你杀了我，那样我们都能解脱了。周星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确定我没在开玩笑，忽然松开我的脖子。你想得美，这种苦我不能一个人受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神经，你就是没中。我俩在角落里狗咬狗，互相伤害。我叔和他姐半晌不见我们，担心找来了，一眼就看见我被周星辰逼在墙角。他身量高，穿着黑色羊绒风衣，将我整个人挡得严严实实。我只露出一张被掐得涨红的脸，气喘吁吁，脖子上还有不明红痕，很容易让人往暧昧的方向遐想。他姐夸张地捂住了嘴唇，脸上满是八卦和磕到了的表情。星辰、李李，你们……我叔倒是还呵斥了一声：臭小子，对我们家李李干嘛呢？我俩赶紧立正，周星辰把我和那把刀挡在身后。姐，小叔。他姐看出我们紧张，拍了小叔一下：你这么大声干嘛？吓到李李和星辰了。然后朝我们道：年轻人要大胆追求真爱，姐姐支持你们。我谢谢你。刚想开口解释，我和周星辰不是他们想的那种关系，刚才是在闹着玩呢，却被周星辰一把裹进大衣里。姐姐，莫寒哥，我和李李有事先走。然后他头也不回地拉着我走了。他姐看到，在身后赞叹：真是的，还害羞了，男友力爆棚哦。我就说他们俩肯定在谈恋爱啦，青梅竹马，好浪漫。我叔哪里浪漫了？你是在说我不浪漫？我就奇了怪了，他姐那样的傻白甜，怎么会有周星辰这样歹毒的弟弟？思及此，我有些期待地去看周星辰。你和你姐会不会不是亲生的呀？周星辰在我脑袋上暴扣。闭嘴！我和周星辰没回家，而是去了我俩的秘密基地，旧仓库改造的 loft。投影仪上播放着他和他姐从小到大的照片和视频画面。周星辰坐在沙发上，倒着一箱啤酒，吨，喝多了，他开始痛哭流涕。姐姐，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会是他？退一万步来讲，那个人就不能是我吗？姐姐，你看看我，我是你最爱的弟弟呀！我用脚踹他，抢遥控器，想切视频看我小叔，发什么神经？明天还有课呢，别指望你喝成这样，我会照顾你。遥控器拿来。周星辰很受伤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池里里，你也这样对我？我都这么伤心了，你就不能安慰一下我吗？我也很崩溃啊，又不是你一个人伤心，我也很伤心啊。一想到我小叔现在和你姐姐在一起，卿卿我，我觉得我都要碎掉了。周星辰，你不能碎，要碎也是我先碎。我扫了他一眼，这你也要抢？拿过一罐啤酒，吨，酒过3巡，我和周星辰并排坐着，抱头痛哭。他忽然问我，你到底喜欢你小叔什么呀？我被他问得一愣，不知道啊，因为他长得帅，人又温柔，对我又好吧。反正我从小就喜欢黏着我小叔，我不想离开他。你呢？为什么喜欢你姐呀？周星辰，不知道啊，我又没喜欢过别人，喜欢就是喜欢啊，是无条件的偏爱。然后拿眼睛写我，说得出来理由的都不是真喜欢。我忍不住瞪他，你在优越什么呀？瞧给你能的！我瞪他，他瞪我，瞪来瞪去的。周星辰忽然低头，在我唇上啄了一下，我有些惊讶，随即俏脸一红。要玩扮演游戏吗？周星辰，要。其实外界误会我们俩的关系，也不算全然误会，我和他不算清白，私底下都不知道亲了多少次。
好几次没来得及回家睡一起，第二天醒来，我的内衣还在他胳膊上挂着。记得我们俩第一次接吻是在他高中的时候，他姐交往了第一个男朋友，还带回了家。刚好我小叔的第一个女朋友被我弄分手了，带我来周家吃饭。那女人当着面叫我李李宝贝，背地里骂我拖油瓶，我略施小计，就让小叔发现了他歹毒的真面目，和他分手了。大人们在1楼吃饭，我俩躲在小阁楼里。周星辰说他好难过，问我能不能假装是他姐姐抱抱他。我说那你也要假装我小叔对我亲。周星辰似乎没想到我玩得这么大，瞪大了眼睛，诧异地看着我。那个时候他还很纯的，伤心了只会偷偷哭，不像现在偷偷。嗨嗨，看过那个女人和我小叔接吻的样子，我有样学样，把周星辰按在阁楼地板上，和他十指紧扣，吮吻他的嘴唇。起初他还挣扎，池里里你干什么？我给了他一巴掌，别动，你现在是我小叔。然后摸着他的脸道，星辰，姐姐打疼你了吗？周星辰露出又疼又爽的表情。我靠，池里里你真变态。现在想来，当年我和他扮演的迟墨寒和周岩，如今竟然真的喜结连理了，真是报应啊。怎么不算一语成谶呢？变态的情感也是情感，也需要得到安慰和宣泄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我们都有点失去理智，疯狂地亲吻对方，相互探索过无数次的身体，早就熟练的不能再熟练了。我坐在周星辰怀里，拉着周星辰的手按在我的心口。迟墨寒，我的心好空，我好难过呀。周星辰吻着我，掐着我的腰，把我往下按，把身体填满，心就不空了。你是懂开车的，我小叔起码1夜7次，你1次都不能少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俩像2只阴沟里的老鼠，表面活泼开朗，内心扭曲，阴暗爬行。有的人明明看起来还活着，其实已经死了有一会儿了。每一次我小叔和他姐在朋友圈秀恩爱，都无疑是对我们俩的凌迟。今天他们去吃小蛋糕了，我们俩也吃；他们去山顶看日出了，我们俩也去；他们去试婚纱了，我们俩也是。我俩纯颠，一边是监他俩朋友圈，一边把他们做过的事情都做一遍。看着小基地里10几个放大的相框和大几本相册的结婚照，我有些无语。随便拍2张可以了，你为什么要订18888的套餐啊？周星辰此时倒是像个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了。可是他们说18888套餐可以拍10套衣服，你不觉得很好看吗？我看了一眼眼前放到2米大的婚纱照，不得不承认，就还挺好看的吧。结果人家婚纱摄影店铺觉得我们照片拍得好，发小某书引流，不仅被我叔和他姐看到了，还被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看到了。池姐、周哥，婚纱照拍得不错哟，金童玉女，羡煞旁人啊！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？从校服到婚纱，青梅竹马最好的样子不过如此啊，好浪漫哦！浪漫个屁呀！我和周星辰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。更惨的是，周末我俩回家吃饭，我小叔很严肃地去找他进行了2个男人之间的谈话。回来的时候，周星辰从兜里掏出2盒套，你叔说让我们注意安全措施，要是在大学毕业之前搞大你的肚子，就把我腿打断。我咬牙握紧了拳头。周星辰晃了晃手上的套，你生气了？那这个我用，今晚就用，不用完不准走。周星辰吓得脸都白了，疯了吧？这里10个，你是怕被你姐听到吧？周星辰，谁怕了？池里里，这是你自己说的，到时候别求饶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周星辰在我房间，他姐和我叔在他们房间，虽然隔了1层楼，但隐约能听到彼此的声音。第二天，4个人都眼底青黑，像是累了一晚上的模样。我小叔还拍着周星辰的肩膀，年轻人要有分寸，别仗着年轻就不知克制啊。他姐在一旁小声道，人家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肯定久啊，你跟他较什么劲，害得我腰酸死了。周星辰有些得意，低头凑在我耳边道，你不是说你叔1夜7次？我顿时涨得满脸通红，狠掐了周星辰一把。你闭嘴！全世界都默认我和周星辰是一对了。他爸妈和我小叔甚至商量好了我们俩的婚事，他姐和我小叔先办，然后我们俩后办。我们俩也没有否认，但偶尔我们俩会相约天台，45度角仰望天空，迎风流泪。怎么办啊，周星辰，我们好像要结婚了耶。是啊，我爸妈问毕业了在哪里工作，要给我们俩买套婚房。我小叔说嫁妆888.8万，彩礼你们随意，让我挑一辆300万左右的车。你家好有钱哦，难怪人家说我抱富婆大腿。没有啦，爱情都没有，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？那我们俩算什么？算奸情吧。我姐和你小叔的婚期就在下月国庆，我俩互相对视，然后抱头痛哭。国庆我俩回去的时候，家里婚房都布置好了。看着眼前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一表人才的小叔，我鼻头发酸，扑进小叔怀里想哭，却发现他身上味道变了。以前是清冷的木质香，如今多了一丝花香，那是周星辰姐姐的味道和小叔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了。他变了，他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我最喜欢的小叔没有了，我瞬间破防，泣不成声。小叔好奇地问我，这孩子这是怎么了？考得不好，还是跟周星辰吵架了？臭小子，敢欺负我侄女，小叔帮你揍他。我张了张嘴想解释，就看见周星辰他姐穿着围裙从我家厨房出来。晚饭快好了哦，今天做了李李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，等下试试姐姐的手艺。看到我哭了，有些诧异地问，怎么啦？怎么好端端的哭了？肯定是周星辰那臭小子干的。李李别哭，姐姐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过来给你赔礼道歉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周星辰一脸怨念地出现在我家别墅门口。他姐上去就质问他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李李的事情？不然他怎么哭得这么伤心？周星辰很委屈地开口，我没有啊。但看我拿眼睛瞪他，不得已开口，就说了他几句啊。对不起，我道歉，你别哭了。他姐推他，傻站着干什么？快去安慰人家呀。我小叔堵在门口教训他，我们家李李从小娇生惯养，是有点小姐脾气，但从来不会无理取闹的。你要是再敢让他掉眼泪，别怪我这个做叔叔的对你不客气。周星辰敢怒不敢言，灰溜溜的进门。好好好，终究是周星辰默默扛下所有。
姐姐，小叔，我们自己进去说。我赶紧拽了周星辰进我房间。进了房间，周星辰看了一眼门缝，确定我小叔和他姐没偷听，一脸不爽。池里里，你搞什么？不知道我见不得他俩好，还把我叫过来，还害我被我姐和你小叔骂。我也很无辜，我也没说是你呀，他们非说是你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周星辰看着我，眼底有无奈，有心疼。他们明天就要办婚礼了，你不觉得我们的喜欢应该到此为止了吗？我看着他，眼里满是泪水。到此为止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能一起喜欢他们了，所以我们也要算了吗？周星辰愣了一下，抬手将我拉入怀中，低头在我脸上啃了一口。池里里，大笨蛋，我真想咬死你！我不喜欢了，连活都不想让我活了。周星辰低头堵住我的嘴唇，闭嘴！我叔和他姐大婚那日，我和周星辰决定对这场漫长的暗恋来一次正式的告别，那就是直面惨痛的人生。具体表现，他俩洞房那天，我俩躲在他们床底下听了一夜。周星辰，池里里，真的要这样吗？被发现了，怎么解释啊？我要发现了，就说是你拉着我想闹洞房，结果发现出不去了。周星辰，毒妇。那天晚上，我俩十指紧扣，躺在我叔和他姐的床底下，床上洞房花烛，干柴烈火，我俩在床底分外煎熬。周星辰搂着我的腰，几乎要将我的腰勒断，贴着我耳畔，咬牙切齿。池里里，我好难受，都是你害的，你要负责。我一把捂住他的嘴，别吵，我在思考。上半夜床上的人不睡，我们也不睡；下半夜床上的人睡了，我们不敢睡。周星辰贴着我，从里里宝贝叫到亲亲老婆，我不为所动。他俩是睡了，又不是死了，要是被发现，我都不敢想我俩会多社死。我只是比较变态而已，脸还是要的。距离天亮还有很久，我俩并排躺在床底下，把最伤心的事情都想了一遍，于是心如止水，好像要把一生一世都这么躺过去。终于天亮了，我小叔起床了，他轻手轻脚地下了床，在周星辰他姐不是，现在应该叫小沈了，在小沈额前落下一吻。你多睡会儿，我去给你做早餐。小沈发出慵懒的呓语。好，记得给李李和星辰也做一份。他真的，我哭死。和我这个毒妇相比，他简直像是美好的天使。周星辰死死地盯着我小叔的脚，一脸紧张和严肃，那表情我都怀疑他想偷偷打我小叔的脚踝，就像疯狗扑过去咬人一口。结果他只是想观察我小叔什么时候走。听到房门关上，床上的人呼吸变得匀称，他推了推我，出去。我惊恐万分。现在他道，我姐睡觉很死的，快点出去，要不然等你小叔回来我们就走不了了。可是我害怕呀，万一呢？周星辰，没有万一，被发现了就按你昨晚说的说。哦嚯，终究是周星辰默默扛下一切，有周星辰给我兜底，我胆子大了起来。终于从他姐和我小叔婚房出来的时候，我俩都有一种重获新生、劫后余生的感觉。我俩相拥而泣。我出来了。周星辰，下次再也不会陪你干这种蠢事了。我没下次了，我已经决定不喜欢小叔了。周星辰，我们也不要再见了，因为你知道我太多秘密，我怕我忍不住会杀了你灭口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和周星辰真的没见面，偶尔在校园里碰见，也是远远的就避开了。身为一个心狠手辣的毒妇，我当断则断。既然都决定不喜欢小叔了，就没有必要一起抱团取暖了。我想和过去告别了。周星辰就是在过去的时光里占比最大的人，所以我不带一丝犹豫的就把周星辰给丢掉了。往后一段时间，我都在准备考研，化悲愤为学习，偶尔和小叔还有小沈他们通电话，也是报喜不报忧。同学们问我和周星辰最近怎么一起出现了，不是都谈婚论嫁了吗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只道分手了，你们懂的。众人诧异，我们不懂啊。哎呀，感情的事情很复杂的，解释不清楚，就这样吧。因为我们谈的时候人尽皆知，现在我俩分了也人尽皆知。对此，周星辰只是冷笑一声，没有说什么反驳我的话。我以为我们俩就这样掰了，以后不会有什么交集了。结果我生日那天，周星辰说订了包厢，要给我庆生，打电话非要叫我过去。我其实不想去的，但寝室里的室友们都撺掇我去呗。理，说不定周星辰是想跟你复合呢。听他们寝室的兄弟说，他这几个月阴沉的吓人，跟他妈冤魂似的，求求就去见他一面吧，他们给你磕头了。对呀，过生日人多热闹吗？盛情难却，我还是去了。偌大的包厢里都是我们熟悉的同学，周星辰喝得烂醉，边上有人劝他别喝了，周哥，李李姐来了。周星辰仰躺在沙发上，黑色衬衫领口扯开，露出修长的脖颈和刀削般的下颚。几个月不见，他气质沉稳了不少，光是坐在那，双目紧闭，都有种压迫感。我上去踹他的脚，这是喝了多少啊？不是给我庆生吗？自己一个人喝呀。听到我的声音，他缓缓睁开了眼睛，死死地盯着我，好一会儿才似反应过来一般，直起身来，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。就在我以为他要扑到我怀里哭唧唧的时候，下一秒他拉过一个大一的小学弟，一把塞进了我怀里。池里里，你看他长得像谁？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，以后你俩玩，我在边上陪你好不好？你别不理我，别不要我。我看着怀中眉眼和我小叔有几分相似，被震惊到石化的学弟，默默给了他一个同情的眼神。周星辰，他真的好神经，我都被他气笑了。我和他玩，你在边上看。他点头，我问他，你问人学弟意见了吗？周星辰径直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拍在学弟身上，这是100万，你赔他，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学弟崩溃大哭，周哥，别搞啊，我有女朋友，我女朋友很凶的。周星辰太神经了，搞得同学们都很凌乱。不过好在他喝多了，他们只以为他喝醉了撒酒疯，但我知道他就是这么想的。他觉得我有喜欢的人，就不会丢下他了。再次心疼学弟，不知道会不会留下心理阴影。我把人都清走了，包厢里一瞬间就剩下我们2个人。周星辰控诉我的罪行，池里里，你好狠的心，我姐不要我，你也不要我，我是没人要的可怜虫。我轻笑，
你谁呀？你周大少爷，你愿意，外面大把人要你。周星辰人神经了点，但生了一副好皮囊，个子高，皮肤白，还会穿衣打扮，弄得跟爱豆似的。要不是我们俩这么多年绯闻没断过，人人都以为他名草有主，估计早就被人冲烂了。听到我的话，周星辰看了我一眼，语气哽咽：池里里，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低贱吗？你不要了，就把我随便丢给一个什么人是吗？我不为所动，甚至有点想笑。别说了，好像我是那种始乱终弃的渣女一样好吗？我们好像不是那种关系吧？你还不是随便把我丢给一个什么人？要不这样，我也给你找个像你姐的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周星辰就抄起旁边一个酒瓶子砸在了地上，飞溅的玻璃碴子和红酒液落了我一身，我吓得尖叫了一声：周星辰，你发什么疯？不是你先这样的吗？周星辰急忙扑过来查看我的伤势。李李，对不起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是我不好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在生我自己的气，没想伤害你的。我皱眉看他，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，问出了心中的疑问：你喜欢我呀？周星辰愣了一下，随即用力点头：我倒吸一口凉气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他道：我不知道，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发现我已经离不开你了。我知道你只喜欢你小叔，不喜欢我，但我没关系的，我只要能待在你身边就很开心了。哦，这畸形的爱真让人窒息。我调整了一下心态，告诉他：你那不是喜欢，你只是不甘心，一直以来我们彼此陪伴，骤然分开，你不习惯，情绪比较失落罢了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周星辰却打断了我：算了吧，你就是不想要我找那么多借口。池里里，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呀？那男的是谁？我马上去把他腿打断。我他妈想把你腿打断。周星辰，别闹了，你要我说多少次？我不会和你在一起的。周星辰满脸不解：为什么？因为你好幼稚。周星辰脸上露出了卧槽的表情，仿佛在说：池里里，你也好意思说别人幼稚？我有些亏心的蹭了蹭鼻尖。好吧，其实我是怕翻旧账，毕竟我们知道彼此全部的阴暗面，万一哪天我俩闹掰了，互揭其短，那可真是一桩社会头条新闻啊。接下来一段时间我考研，周星辰也好像消停下来了，说是准备出国留学。突然有天，他寝室里一个兄弟来找我：李李姐，你知道周哥是怎么回事吗？好几天没去上课了，电话也打不通，你们两家不是关系好吗？能不能帮忙问问他家里？我皱了皱眉，心说周星辰又整什么梦蛾子。找了一圈他常去的地方，不见人影。我甚至去了一趟我们俩的秘密基地，发现里面他姐的照片和我小叔的衣服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满墙的我俩的婚纱照。这蠢货又在搞什么？终于等我查到他家的时候，才知道这蠢货把自己搞进精神病院了。他爸妈拉着我的手，满脸愧疚：李李呀，是我们家星辰对不起你，我们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。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啊。他姐姐知道这件事情，被他气得差点流产。我们终于知道你们当初为什么分手了，你这傻孩子还替他隐瞒。仔细了解之后才知道，周星辰他姐打扫他房间的时候，看到了他高中手写的日记，还有他藏起来的他姐的照片，他偷他姐的内衣。震惊之下，他姐我小婶腹痛难忍，被送去了医院。检查之后发现差点流产，要住院保胎。他爸妈感觉天都要塌了，我小叔则是要打死他。他们以他姐生病为由，把他叫回了家，和他当面对质，然后说他这是精神病，不正常，把他抓到精神病院关起来了。我去精神病院看他的时候，戴着墨镜，生怕被人认出来。周星辰，我真的被你蠢哭了，谁好人家写日记呀？周星辰穿着白色病号服，抱着胳膊，斜眼睛扫我。你难道不应该感谢我没有暴露你吗？我嗤笑，我又不像你写日记，你现在是精神病，你说的话没人会相信的。还有，你爸妈还有我小叔都在照顾你怀孕的姐姐，短时间内应该没工夫管你了，你就好好在里面待着吧。周星辰看着我，眼底是无奈。看到我被关，你很开心？我嘟了嘟嘴，还好吧。然后递给他一个盒子，他打开看了一眼，脸色迅速涨红了。我的，送你，你最喜欢的黑色蕾丝。以后一个人住精神病院，要好好生活哦。我承认，我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。周星辰看着我，忽然笑起来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也就没什么顾忌了。虽然你不写日记，但我有录像哦。你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情，我都有保存下来。我瞬间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见我瞪他，他更得意了。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东西不在仓库，你找不到的。想要就想办法把我弄出去，否则我把东西交给你小叔。我呲起的大牙瞬间收了回去，满脸委屈地看着他。星辰哥哥，怎么这样呢？骗人的吧？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对我的。周星辰，我已经在这里住了1星期了，再不出去会疯掉的。要么把我弄出去，要么进来陪我。可恶！我握了握拳头。周星辰，你好样的！起身走了。为了把周星辰弄出来，我找到他爸妈家，又哭又闹。叔叔阿姨，星辰他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把他放出来吧。他说他都改了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其实我怀孕了，你们也不想让孩子一出生就有一个精神病爸爸吧？他爸妈震惊，他姐震惊，我小叔震惊。我小叔拉住我：李李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不会是为了帮那个臭小子出来撒谎骗我们吧？我哭成个泪人。怎么会呢？小叔，你是知道我的，从来也不撒谎。求求你们把他放出来吧，我真的很爱他。你们要是不让他出来，我就带着宝宝离家出走。我小叔是疼我的，我小婶也是疼我的，周星辰他爸妈还是疼我的，所以他们去签字把周星辰弄出来了。我亲自开车去接周星辰，问他：你带身份证了吗？周星辰警惕地看着我：干嘛？我道：现在结婚不用户口本了，咱俩把证领下，以后我就是你的监护人了。什么时候你又因为精神病进去了，我能直接给你弄出来，不用求你爸妈。周星辰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，露出一副虽不理解但尊重的表情。从民政局出来，他看着手上2本红色小本，好像真的很开心，笑得嘴都咧到耳根了。掏出手机就要拍照发个朋友圈，被我一把夺过。拍什么拍？不准拍！
他委屈地喊我老婆，我打断他，什么老婆？虽然我们俩领了证，但我不是你老婆。他扁了扁嘴，到了嘴边的老婆变成了老铁。我也行。经过这件事，周星辰算是判给我了。他父母都是比较保守的人，出了这种事情，他是没脸回那家了。我小叔也对我的恋爱脑很失望。池里里，世界上的男人都死完了吗？你非要那个混账不可？他爸妈信你，我可不信。你不可能真的怀孕。小叔，你不懂，我有苦衷的。要是我不捞周星辰，你嘴里的混账就变成我了。我可不想像他一样社死，被当成精神病，关到精神病院里去。不过现在好了，就算我暴露，周星辰也能把我捞出来，因为我俩在法律层面上是夫妻了，特殊情况下可以互为监护人。嘻嘻，周家不能回，小叔家也不会回。晚上我俩在我爸妈留下的房子里睡觉。周星辰想爬床，老婆，我能和你一起睡吗？我拿眼神瞪他。他立马改口，老铁，俺能跟你睡一个炕不？我严肃地拒绝了他。我拿你当兄弟，你竟然想睡我？滚下去！却被周星辰一把扣住脚踝，用力拽向他。从前还少睡了吗？他手上温度很烫，握在我脚踝上，黑色丝绸睡袍划开，露出紧致的胸肌。我脸上有些涨红。那不一样。他挨近了问我，哪里不一样？这话问的。我道，那个时候我不是拿你当我小叔，你拿我当你姐吗？所以那些床都是周岩和池墨涵上的，周星辰和池里里可没上过。我俩清清白白。周星辰沉默。你是懂清白的。那天晚上我俩还是滚在一起了。没办法，我俩就是这么饥渴。周星辰问我，虽然没有婚礼，没有得到大家的祝福，但也算是新婚之夜是吧？池里里，你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喜欢我吗？不爱我，为什么救我？为什么跟我领证？反正现在我们是合法夫妻了，你不爱我也要跟我在一起。我嘴硬，我那是看你可怜，怕你暴露我。还有，你不是说你录像了吗？快交出来。他抱着我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低头咬着我的耳垂道，这话你也信？你的事情我从来就是慎之又慎，怎么可能留下那种东西让你为难？池里里，你真的一点也不了解我。我诧异地看着他，没想到他竟然不是这种人，是我枉做小人了。不过很快我就不能思考了。周星辰紧缠上来，叫老公，命都给你，太尬了吧？叫不叫？我被他撩拨得不能自己，算了，叫就叫吧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老公。周星辰叫了4声，给你4次。我不是这意思啊。后来我累得睡着了，半梦半醒间，似乎听见周星辰在我耳边说话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真的没有把你当成我姐过。或许我们开始的时间不对吧，导致我们的过程也是错的，结局也不尽如人意。你不知道我现在多想掐死曾经的自己，但好在我们是在一起的。这次你应该会不会再抛下我了，对吧？叨叨叨的，跟蚊子一样。我下意识一巴掌拍在他脸上，吵死了。怀孕和没怀孕一样，都是瞒不住的。几个月过去了，他爸妈发现我肚子没带起来，才知道我骗了他们。你这孩子怎么能为了那臭小子骗我们？不过好在周星辰他姐生了，还是对龙凤胎，两家皆大欢喜。他姐也能从那次的阴影里走出来了，特准我们俩去医院看孩子。小叔也让我们别在外面住了，搬回去。我俩看着眼前他姐和我小叔爱情的结晶，顿时情难自禁，一个人抱起一个就跑。哇哇哇，小叔的孩子好可爱，表姐贴贴。这个眼睛跟我姐好像哦，我是舅舅，我是舅舅。气得他爸妈在后面拿着拖鞋追着打我们。你们俩神经病啊，抢你姐孩子干嘛？喜欢不会自己去生吗？哦，我们疯批是这样的，你们正常人理解不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宣布，我们最喜欢的人从他姐和我小叔变成他们的龙凤胎宝宝了。全文完。